要准备去观光，我们要先去热罗尼莫斯修道院，然后再去贝伦塔，都算是里斯本很著名的景点。然后我们后来发现，我们住的这里附近有一家很厉害的蛋挞店，就是因为他们对外国人的那种素食都很友善，所以对蛋挞都有做不同的种类，师傅现场在做。好，这个在我们家旁边而已。我们今天还要再去吃一个100年蛋挞名店。我们现在要去那个修道院才6块，当然要搭 Uber 啊，轻松的旅游好吗？而我们的车子来了，旧金山大桥复刻版，里斯本的，也是同颜色啊。从这个角度看一下，哦，里斯本的旧金山大桥。我们到了，这个是。Mosteiro dos Jerónimos 热罗尼摩斯修道院，这中文也翻得太难哦。它人潮超多的，所以如果你要进去的话，就要提早买票，排队要进去的人真的很多。这里是在葡萄牙的贝伦区，然后基本上有蛮多观光景点都是在这里。这么多人就是因为它是葡萄牙16世纪的建筑杰作，而且它也是世界遗产。我也是昨天做了一点小功课，从我们的那个算是下城区吧，坐车过来，我们的车费6欧，但是我们搭了15分钟。这里的 Uber 真的非常适合代步。我觉得葡萄牙的消费也是很亲民哎，就在这边你可以住稍微好一些些。我们没提前买，可能要排到头发发白，在这里可以买票，就是线上买就好了。好，我们临时买了票，就下午1点之后再进去。我们就先去它附近的这间葡式蛋挞的创始老店，对，而且它就是离修道院走路一下下而已，反正都要排队，不管是蛋挞还是修道院。我们去吃蛋挞吧。哎，那一间已经到了，你看到吗？今天星期6，哎，蓝色的，它有蓝色的那个棚子，不可能错过了，因为走路过来大概不到200公尺，你就会看到。沿路的这些店也好有 feel 哦，它的麦当劳是有点粉橘色的，好可爱哦。然后听到拉丁歌曲就会开始想要跳起来。来了，我们到了。我们在排队 ，service 好，我看一下，蛋挞1颗1.4，然后如果你6颗是8.4，可以一次外带很多颗这样，很豪华哎，哇，人真的很多。很神奇的是，还有不同的排队的队伍。好，我可以吃2颗，你吃4颗。我可能没办法吃那么多颗。啊，这里只能外带蛋挞，然后这里还有类似春卷的东西，看起来没有很好吃，好不好是甜的，类似像可乐饼那种东西。走到它的对面来看更清楚，它的排队人潮呢有分，可能是要在里面用餐的，然后还有这边是外带的这样子。我们现在来对面的一个在公园这边吃，这个是它的蛋挞。它很软的饼皮已经掉了，6颗装是用这样长条的，其实也蛮聪明的，就这样直接放6颗。马龙很能吃蛋挞，它会嗑掉剩下的。然后这边咬一口，你看这边的内馅，然后满满的有卡士达酱哦，也有蛋味。我觉得它的蛋挞甜味是比较浓一些些，如果跟我们一般吃到的不是蛋挞比的话，但它的皮是很粗，不过它在阳光下也太美了吧！你看它旁边烤得很焦香。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我们刚刚排队遇到的一个弟弟，他在读建筑，然后他现在在西班牙马德里交换，很巧，而且他可能听到我们讲中文，就靠近我说，问我说票到底在哪里买的？然后我刚刚跟弟弟聊一下，他是淡江的，我一刚开始以为他在读西文，但是他说他是读建筑，去西班牙是很刚好啊。你看他一个人就是去很多地方旅游，那你到目前为止有最喜欢的吗？应该是波多哎，你觉得波多最美？很像那个《魔女宅急便》的那个小城市，人比较友善一点。可是这边还 OK 啊。我觉得这里有点恐怖。你有遇到很怪事吗？我昨天来，然后
有去一个车28吧，我是没有坐啦，但就是它那边有一个广场，就是全部都是好像是没有工作的人聚集在那边，好像有点危险，就对。然后就有人上前要跟我搭话。你的包包就是要往前那个注意一下这样子。这个应该是标配吧？我的手机是有这个绳子。然后我背包有这个锁，也要小心，他会用割的或干嘛的。应该说，在欧洲包包也是尽量，就算是这样子，觉得还蛮就是安全，但是你还是尽量手有时候护着下面吧。就有人跟我讲说，他们好像有人就是在米兰那边包包被割烂，真假的？但他是把钱偷走，但是护照没事就对。但我护照是在这。哎，你现在很聪明，很聪明。然后这是一个很棒的钱、护照跟交通卡那些。我有一些朋友就讲说，我在欧洲要掏钱会很害怕，有人把钱放在脚底，就是你的鞋子那个。我做过这种事啊。那你要付钱不是很尴尬吗？有点啊，但就是去厕所把钱掏出来。对，是因为我们是去夜店的时候，然后想说带越少越好，就只带手机，就是只够入场跟买饮料这样就 OK。以前我好像游学好像也做过这件事，这是一个很方便的防爬的方法。你看他一个人旅游，然后也是尽量轻便，然后中间欧洲跟欧洲国家之间他就搭廉价航空或是火车。对，其实我大部分搭巴士巴士要很久，对不对？对，是那种过夜巴士啊，这样子就刚好省那个住宿费。希望可以看到弟弟有一个很厉害的建筑。你要看到这段影片，到时候要记得来跟我相认。变得很有名之后，你要邀请我去做什么 VIP 的剪彩，好老派。这一次来葡萄牙，我第一次自己旅行，发现拍照变成最大的问题。前面都是找欧洲人拍，发现那个照片都不能用。我跟你讲，我那天在五渔村，然后我有帮一个女生拍，她说，看我在自拍，她说，我帮你，你帮我，我说，OK 没问题。然后我本来想说，她抱持了一点信心，然后就后来我帮她拍了，我觉得自认为还不错的照片，然后就我看到她帮我拍的，好。我后来都找的是什么韩国人啊、日本人。我们排了多久啊？好像应该半小时，不止哦。我从波多来的时候，刚好我左边坐一个那个导游，是葡萄牙人，然后他说这边一般大概要排3个小时。马龙就是有一个要买划算的心态，就是他买了6个，我吃得了1个而已。这个是好吃的，这个是它是把领导店的。我等下可以转账给你。不要，你也太扣手续费还得。这颗才1欧多而已，口感不错。就是我在台湾也不很少吃蛋挞，比较绵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没有那么甜。好，我们排了大概快要1个小时之后，我们进来了修道院里头。这个瓷砖就是在葡萄牙常常会看到的建筑风格，而且它这个修道院其实有一点阿拉伯的感觉，有点阿拉伯风格，很像我们在西班牙那个阿尔汉布拉宫，有点像啊，因为那个风格。改天你可以去，超像阿尔汉布拉宫的。你要拍上去，那个云很美。从修道院走过来，这边对面也有一个值得看的景点，叫做发现者纪念碑。这应该是它的正面 ，Monumentos aos Descobrimentos。它是1940年葡萄牙世界展览会的展示品，所以它也是很多人会来的一个景点。然后我觉得这比较特别是这边广场啊有一个地图，刚刚发现很多人都会在那边找自己的国家。这是纪念碑的前面的广场，你看大家都在找。沿着海这边要走到贝伦塔，就在前面而已。好，我们从发现者纪念碑一路沿着海这样走过来，就可以走到贝伦塔。咱们远远看到有一个，这是一个防御的城堡。在这里也蛮多人在用那种滑板车，
如果可以坐在这边岸边喝个饮料啊，喝个酒啊，聊聊天，感觉就是很舒服。哇，sunset应该蛮漂亮的。我超后悔没有戴大帽子的，就是我本来要戴一个大草帽，没有戴太阳眼镜，眼睛根本不可能张开。到了，这个是贝伦塔。虽然我一直说它是城堡，就是因为它长得很像那种海上城堡啊，其实蛮漂亮的耶。它就是曼努埃尔式建筑，然后以前是很重要的防御要塞，进不进去还不一定啊，就像我们有没有打算要进去。然后如果你想要参观的人，其实你也可以买那种比较便宜的套票，就是你可以参加贝伦塔的，然后还有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修道院一起的参观套票这样子。这是从沙滩拍过来的样子，这样好像比较没有那么背光，光线才稍微比较好一些。